大家好，上周五黄金白银暴跌之后，现在今天早晨一开盘，黄金白银还是上蹿下跳，振幅十几个点，看起来现在市场还跟无头苍蝇一样上下乱撞。我看了一下纳斯达克期货、标普500期货，还有全球的其他市场也都是跟着下跌。这就说明现在不仅是白银、黄金出了问题，全球的所有资产都在往下砸。为什么？这件事我是有一点经验。之前我就在新加坡给这些商品期货交易所还有机构做清算业务。在周五美国时间，也就是亚洲晚上的时候，大跌突然来临，他们这些账户肯定是穿仓了，必须在几个小时内补充保证金，否则就会被平仓。但是商品结算都是以美元为主，今天早晨周一，大家一醒来就马上收到各种的保证金要补充的要求。但是这种美元的汇款用的都是美国的 SWIFT 系统，而这个系统呢特别的慢，你上午汇的款必须通过纽约的摩根大通或者是富国银行清算，之后再转到世界的其他银行的这种清算中心，后面还有一堆的什么 KYC 反洗钱的检查，这都检查完了以后，最快可能是下午1点到3点之间才能到账。但是在亚洲时间，比如新加坡，你要补充保证金必须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一旦过了这个时间，钱还没到，那这个黄花菜都凉了一下子就给你平仓了。所以在亚洲时间，这个资金的流动性就比较低。当市场都没有钱了，这些拿着高杠杆的人必须卖出一切，使劲砸盘，才能补充保证金。所以这一个周可能都是资本市场的血雨腥风的一周这也没办法，我的黄金白银科技股也都配置了，没想到这么快就遇到大跌，所以也是相当的心痛。但是我没有任何杠杆，所以放着就可以了，因为我是长期投资嘛，我要安慰自己我已经配置了这么多的好公司、大公司、蓝筹股他们每天都在产生的利润效益，所以放着就好了，跌了我还会继续买。我认为从现在开始2月到6月，美股、黄金还有白银之类的，他们都会非常的震荡，因为大家都在观望，在等着一个真正的方向确认。而大家最关心的核心这个变量之一就是美联储的新主席凯文·沃什。沃什预计会在今年的6月正式上任，任期4年。这其中还有无数的变量，比如3月、4月的听证会，到时候他会在国会面前解释他的政策。他能不能上任还有变数，因为还要美国的参议院投票。虽然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占多数，但是也不能100%保证沃什他一定会正式上任。沃什的老丈人和川普太过密切，这里不排除有人会怀疑沃什上任美联储会破坏美联储的独立性，这就会导致参议院有人跳出来反对沃什的提名。所以在6月之前，各种资产可能全部都要上蹿下跳，也不排除还有大跌的可能。这对已经全仓的朋友就比较痛苦，但是对于还没有进场的朋友，也可能就是非常好的抄底机会。今天我就会给大家讲一下我研究的这几年沃什的文章、采访，还有什么公开演讲，全部梳理了一遍，试着从他的经历、性格，还有世界观，还有政策的逻辑去洞察一下这个未来的世界。未来美股有哪些板块方向可以投资？在最后我会总结一下投资的板块、股票，还有黄金、白银之类的。强调一下，本频道的影片是本人的个人投资笔记，仅用来梳理我自己的投资思路，不提供任何投资建议，盈利亏损概不负责。我的观点可能对也可能错，所以我希望大家来这里指出我的逻辑错误，这样可以完善我的投资理念，看清市场的方向。要研究沃什，必须研究一下为什么特朗普要提名他。很多人就说沃什是一个强硬的鹰派，一定会加息、收紧货币，所以黄金跌、股市跌。这种说法有点太粗糙了事情完全没有那么简单。沃什这个人的确非常优秀，学历经历都是顶尖的，他配得上美联储这个位置。但是有一点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就是沃什的老婆 Jane 兰代，她是雅诗兰黛家族的法定继承人之一，现在个人资产就有20亿美元。而他的爸爸沃什的老丈人罗纳德·劳代，他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两人还经常私下会面，勾兑一些事情。川普最近要吞并冰岛，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想法最早向川普建议的人就是沃什的老丈人，他就是川普的幕后大佬之一。关系到这个程度，你再回头看一件事，就是罗纳德向川普推荐自己的女婿管美联储，这件事是不是非常的顺利？而我们再看一下川普，他本来就是一个极度渴望降息的总统，如果沃什真的是一个坚持加息的强硬派，那川普他会提名他吗？再往前推一步在提名之前，
沃什的老丈人他有没有和沃什进入一个深入的沟通？有没有提前会把一些认知让这个沃什和川普对齐啊？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川普提名沃什的逻辑是不成立的。所以单纯用鹰派或者是鸽派这两个词去直接定义沃什，它都是不全面的。我看还有人评论说这个沃什是两面人，现在是装作降息的鸽派，等上位后就变脸，要和川普对着干，强硬加息，使劲砸盘。这个可能性可能比较小，除非沃什不想好好的过日子，而他的老丈人每天也跟他的女儿 Jane 抱怨，而 Jane 晚上又在枕头边和沃什吹风，让沃什一晚上都睡不好觉。所以川普选沃什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而沃什肯定是有自己的理念的，就是要在川普的降息要求和保持美元地位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既要配合川普降息，亦要确保美元不持续贬值，维持美元世界储备货币的作用。所以沃什对未来美联储的这个政策会有一个巨大的矛盾一个非常难平衡的点。市场就看到了这个矛盾点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整个市场又认为这个世界多了一份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投资的世界是最讨厌不确定性的只要有一点什么悬而未决的问题什么战争换人总统之类的，这个市场就开始砸盘。但往往尘埃落定之后就会企稳反弹。我看了沃什从2025年到现在大部分的采访和演讲，发现他所有的这个采访内容都浓缩在他自己写的一篇文章里。就是2025年10月6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叫做《美联储的领导层失控》。这篇文章一开头，沃什就直接开火，说美联储理念出了问题，他们用过去的模型、过去的恐惧去应对一个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的世界，结果就造成华尔街赚钱太容易，而普通人、普通企业赚钱又太难，工人工资不涨，创新的企业无法发展。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美联储的老思想，还在认为美国的通胀是因为经济太好，工人的工资太高大家的手里的钱太多了，所以会通胀。美联储一边想控制普通人的收入，但是一转身又到处放大水、大撒币，造成现在的美国通胀。所以要解决美联储的这两个问题，他就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就是降息，这个降息不是受川普的压力而进行降息的。沃什在文章里引用了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结论 Philip、Peter 还有 Joy。 总结一下就是真正可以让经济高速增长而又不会产生通胀的方法，就是用技术革命提高生产效率。当 AI 机器人都可以干活的时候，美国的各种产品服务它的供给量就会迅速增加，这个时候产品的成本就会持续的下降，价格也会下降，整个经济可以达到既可以快速增长又可以压低通胀。而现在美国正在 AI 工业革命的爆发的起点上，所以他觉得降息是可以的。这个理论市场就非常喜欢降息利好股市。但是他第二个政策就是这个美联储必须缩表。截至1月28日，美联储在外面放的水还有 6.5 万亿美元没有收回来。沃什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些钱一点一点的慢慢收回来，把钱收回来，这个市场上就没有钱了，流动性就没有了，所以这个股市、黄金可能就会下跌。沃什的理由就是说这 6.5 万亿美元以前都是给什么摩根大通这种大银行，他们拿去赚钱，中小银行、中小企业、普通人其实根本没有从这里面得到任何钱。所以它降息就是降低了中小银行的成本，让这些中小银行去支持美国的创新企业，这些小企业，然后呢进而促进美国的这种的创新。但是如果美联储收回这6万多亿美元，市场上钱缺少了怎么办？所以沃什他还反对实行巴塞尔协议3的最终版本。巴塞尔协议什么意思它这个就是全世界银行都主动遵守的一个提高资本充足率的一个协议。简单解释就是巴塞尔协议就规定一家餐厅就是银行餐厅里面的仓库必须储备足够的食材和应急的资金，万一生意不好或者是食材价格暴涨，这个餐厅它不会倒闭。银行也一样银行必须把钱存起来，不能乱放贷款。沃什就说这个巴塞尔协议3太严格了，严重束缚了美国的金融业发展。而川普也说要对银行放松监管。所以如果未来沃什上台了，再叠加特朗普放松银行监管的政策，他们就会要求美国真的不用遵守巴塞尔协议3。所以银行就可以在自己的本身保存更少的资本金，
而把剩下的钱都放到市场里，增加更多的贷款，这样市场的水又多起来了啊，股市又这么好起来了。所以啊，这两个政策看起来是矛盾的，总结起来就是啊，这个卧石好像就是踩在一根钢丝绳上，一头是降息，另外一头是要把美联储放出的钱收回来，收回来也不能收得太紧，还要让银行继续替他放款，这个平衡就非常难，相当惊险，不确定性太高了。一旦滑倒，这全球的市场股票、黄金、债券都一起跟着跌，所以现在市场也是非常紧张，这2天就一直跌。但是如果它的政策真的是有效，从长期的方向上来看，对整个市场的资产还有非常好的利好作用。所以根据我自己分析的逻辑，未来我的投资方向还是要保持3个大方向。第一，50%以上的仓位还是要和 AI 生产力、基础设施相关的这种大公司的股票，有明确盈利的，而且每年还会持续增长的，比如台积电、英伟达、AMD、美光科技、亚马逊、谷歌之类的，他们就是 AI 生产力的基础。ETF 就是 QQQ 半导体 ETF、SMH 之类的，这个就是科技生产力。第二个就是能源，还是维持 10% 左右，因为未来的基础设施它最需要的还是电。川普政府要大力发展核电，否则它是满足不了 AI 的电力需求，所以核电还是要保持仓位。核电我是买了 ETF、URA。第三个就是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贵金属类的金银也可以加上铜。这几天肯定是非常惨烈啊，跌的真的是不想看这个账户了。很多的保证金没有到位，还是会继续爆仓。而且如果未来卧石的政策正式实行了，市场上的美元资金肯定会减少，而且美元指数会提高，这会对金银铜有很大的压力，价格也会慢慢下降。但是如果它的政策没有达到效果，全球还是继续放水，央行还是继续买入黄金，那这个贵金属就会反弹上涨。所以这个是一个对冲的一个产品，我买入黄金就是为未来的这种的不确定性做一个准备，这个也要配 10%， 而且还要继续观察，看看最近能不能再抄一下底。第4个方向，我想我自己可以配置一些 SPY 标普500指数消费 ETF XLP， 大约就是 10% 左右，最后剩下的 20% 就放着现金。我之前一直都在讲一定不要全仓，要留着子弹，就等这种大跌的时候去抄底。什么时候抄底还是要看最近这一波爆仓砸盘什么时候停止。我自己是从来不用杠杆的，所以他们爆仓砸盘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砸的越多，价格越低，我就可以未来买更多的份额未来涨回去的时候赚得更多。我看其他的解读也说卧石的政策是利好中小银行或者是那些中小股票，那个也是机会，但是要看自己的承受能力。毕竟这些中小银行、中小机构、中小企业，他们虽然涨得很快，但是跌也是跌得很快，他们自己是没有什么利润的，所以抗风险能力很差。你要是长期投资的话呢，我认为还是要选择一些这种可以持续增长的大企业，这种呢睡觉睡得好晚上不会做噩梦。我做这个频道就是让我自己在极端的情况下使劲去搜集各种信息，然后呢形成一套完整的逻辑，让我明白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这样我在现在这种大跌的情况一看我的股票虽然跌了很多，但是每个个股都是利润大涨的公司，没有太多负债，非常健康。美联储政策怎么变换对他们都没有什么影响。黄金白银也是实实在在的，外面不管风吹雨打他们还在，天晴的时候还可以再多买一些回来。我也知道有些朋友给我留言说我看黄金股票一会儿说要涨一会儿又说要跌相互矛盾的。我想说的是投资不是说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变量好就涨不好就跌，影响的因素太多了，未来要发生什么事谁都不知道，所以就要配置自己的资产。配置之后呢就不要乱动了，只要关键的逻辑不变比如台积电赚钱建厂再赚钱再建厂，它还能保持世界技术第一，这种股票就放着就可以了。黄金也一样，我买黄金就是为了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不会一跌就割肉的。而且现在的 AI 这么厉害，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再过1-2年 AI 会把你的工作给夺走，而现在华尔街砸盘，你怕你恐慌，又把黄金白银给卖了，那好，这个顶级富豪把你的真金白银夺走了， AI 把你的工作夺走了，再过1-2年3-4年后你还剩下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纸币了。你再想一想，这10几年来
美元、日元各种货币是不是都在贬值？每天的鸡蛋、地铁车票是不是都在涨价？所以我想说这个沃什他想收回美联储放的水，但是他管得着美国总统吗？川普和未来的美国总统每年是不是要增加政府的预算？是不是要往这个军备里面砸钱？川普本来邀请了马斯克对这个美国政府进行砍预算，但是他一下又发布了个大美丽法案，一下又要砸10万亿美元。而且现在欧洲、日本央行也为了维持福利使劲印钱。现在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的选票大幅领先，很可能他要赢得这次大选。所以日本未来还是要使劲印钱。所以要学投资，不能看一个变量，不能当一个单细胞的草履虫，要看懂整个逻辑。穷人看的是跌幅，富人看的是逻辑。短期、中期、长期各种板块、各种事件都会影响投资收益。但是记住一点，长期的逻辑不变，找到你了解的有护城河的大公司，它自己的利润会不断增长，而且它会不断的投入，产出更多的利润，这就成为一个正向循环，所以它的股票的价格就会不断的增长。同时，我配置黄金、现金，就是为了以防万一，要在最后别人都恐惧、满地流血的时候再大胆买入，这个就是发财的方法。一定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感，控制自己的恐惧，还有自己的贪婪，最终达到一种投资的无我状态。好了，这个就是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